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首次就乱港组织民阵解散作出回应。他表示，对于触犯红线的相关团体，解散是其唯一选择，但解散并不能成为这类组织的免责条款。林郑月娥还表示，如果没有香港国安法，香港就会成为颠覆国家的桥头堡，因此回归正轨是应有之义。香港国安法的效用不只是处理2019年下半年开始在港发生的黑暴违法活动，不只是止暴制乱。事实上，香港国安法为香港可以贯彻一国两制定下基础。下周二，香港律师会将举行周年大会，并改选部分理事，产生新的管理层。港媒称，要改选的5名理事被视为亲反对派的律师。香港社会对个别参选人会否令律师会这样一个拥有超万余名会员的专业团体变得政治化表示关注。林郑月娥表示，在香港这个多元社会，特区政府鼓励一些团体组织的存在，但每一个组织都应该自问其是否在违反法律之下运作。若这些团体偏离宗旨，特区政府唯一的取向就是与其终止关系。特区政府与香港律师会关系深远，包括委任律师会成员、加入司法人员委任推荐委员会。一旦律师会成为政治组织，就会重新审视相关合作。香港律师会会长彭运熙在随后参与港媒节目时就回应指，香港律师会并非政治团体，一直保持政治中立。彭运熙表示，个人有不同政治取态，如果律师会涉足政治，将不利于会员利益。他认为律师会应该回归基本，作为专业及监督团体捍卫法治。 I think the message have to come out very clear. For the interest of law society as a whole,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ain apolitical so that we can discharge our duty as a professional bodies. This i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law society. It is also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our over 12,000 members. 人民日报客户端周一发文表示，站在法治的一边是香港律师会应有的觉悟。一个理性务实的香港律师会，正是香港社会各方的期望。文章告诫律师会，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人们希望看到香港律师会在即将到来的周年大会上，砥砺初心，坚定信念，把握住历史机遇再出发，绽放时代风采，不负市民期望。香港律师会相对而言呢，它与大律师公会那种政治化程度比较深是有所不同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及香港这个相关人士的这样一个提醒呢，一定要以香港大律师公会的政治化为戒，需要每一个香港律师会的这个成员以及即将选举产生的这个管理层呢，是这个要深明大义，站在专业跟法治一边，那么与特区政府、香港社会一起守护好香港的这个法治的核心价值。另外，香港大公报周二发文关注教协解散、民阵散党，乱港分子是否从此偃旗息鼓？文章说，反中乱港组织的核心骨干成员多数有多重身份，如教协监事会主席潘天赐也是职工盟2代主席兼现任职工盟会长，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则是职工盟秘书长。文章提醒，各乱港组织之间的关系互相交叉，哪怕教协、民阵不存在了，但其骨干成员仍可在职工盟等平台暗中搞事。针对职工盟长期勾结外部势力、收受海外资金、发动罢工删报的反中乱港行径，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就强调，如果任何组织可能勾结外国势力或犯下任何刑事法例，如洗黑钱等等，全部都在调查范围之内。萧泽颐表示，香港警方会加强社区警政，扩大情报网，全民线上线下齐心揪出反中乱港分子，绳之以法。萧泽颐还介绍，国安热线7月共收到超过3万条举报讯息，比此前每月平均1万条有明显上升趋势。感谢市民为国安反恐出一份力。我相信香港的这个警方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进展，而且香港的法治体系呢，不会容许反中乱港势力有残余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和本地法治。香港立法会周3上午将举行会议。在政府法案方面，2021年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将在会议上首读和二读。根据香港特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上周提交的文件，草案列明禁止网上侮辱国旗或国徽。局方指，修例后，不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中，公开及故意侮辱国旗及国徽的行为均属犯罪。
条文订立的刑罚水平维持不变，即最高可处以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与国歌条例有关侮辱国歌的刑罚水平一致。文件还指出，由于侮辱行为可能涉及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了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调查，草案建议把检控时限延长2年。另外，草案也涵盖国旗及国徽教育部分，建议规定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需就将国旗及国徽纳入小学教育及中学教育发出指示。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那么今天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回应民政解散，说与言论自由无关。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主持人好。首先呢，要看清楚民政是一个什么货色，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才能判定呢它是否在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民政呢，它是一个反中乱港组织。过去10多年来啊，这个香港的种种乱局，特别是2019年修例风波中的诸多街头黑暴和乱港行为，都是民政呢这个挑头组织和发动的。人们经常听到的这个治暴治乱，其实呢就是要制止民政的恶行。民政呢还与外国干预势力勾结，利用舆论呢唱衰香港，鼓吹港独、煽动黑暴，发动蓝潮。那终极目标呢就是要摧毁香港，破坏一国两制。这样的组织是不受宪法和基本法保护的，恰恰相反呢是法律打击的对象。林郑说民政自愿解散与言论集会自由无关，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呀，这民政呢根本就没有注册过，按照香港社团条例的规定，它早已经是属于非法组织。而这样一个招摇过市、道貌岸然的黑户，竟然堂而皇之的以关注政治及民主议题为幌子，这裹挟了香港社会19年，多次触碰到国家安全的红线。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呢，都不会允许让一个致力于颠覆国家的组织存在。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国际惯例，就是任何国家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前提呢是个人和组织都是忠于国家的，颠覆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就不在这自由的保护圈内。那么，特首林郑月娥今天也提到了香港律师会，说律师会如果将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特区政府也会考虑终止关系。那么，具有100年历史的律师会命运会怎么样呢？前段时间解散的教协也是蛮有历史的，但是呢，他将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不务正业，从事闪报活动，这个荼毒青少年，披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华丽外衣，行使着反中乱港的邪恶行径。那么教协呢，自取灭亡。解散之前呢，特区政府教育局已经终止与他的业务联系。那么香港律师会呢，是否也要重蹈教协的覆辙呢？这是个问题。律师会啊，现在处在十字路口。如果站在法治一边，捍卫香港的法治精神，保持专业定位，这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那么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上有所作为，那么呢，这律师会就是在坚持专业精神，在走正道，就有比较光明的未来。相反，如果律师会不能够汲取教训，将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选择与法治为敌，为这个反中乱港行为呢辩护或者是纵容，那么呢就会像教协一样丧失这个特区政府的认可，甚至呢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香港律师会成立的初衷呢，是要发扬光大香港法治的独特优势，在这个法治领域为香港社会啊谋福祉，那么让香港呢享誉国际的这个法律人才有更大的这个舞台来施展才能。那么但愿啊这个律师会呢能够守得住这份初心，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专业作用。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